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1月14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见面啦。特斯拉2天的阴线回调是牛回头的信号，我们何时判断止跌，何时能够2次上车呢？今天阿哲会分享有关特斯拉的时空变盘点，有一张关于时间的变盘图要分享给各位，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而当下的英伟达也出现了低点的信号，阿哲今天会顺便给大家去讲解如何去做英伟达的交易。那么今天除了纳斯达克指数的分析以及特斯拉、英伟达的行情解析之外，我们会把之前这几期视频当中所跟踪的其余个股，比如 Coin、谷歌、亚马逊，也一起继续的趋势跟踪和操盘点位的测算，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那么今天的课程正式开始，我们来到今天的大图版。那么今天呢，是我们关于纳斯达克市场观察的第106期，感谢各位老同学的陪伴以及新同学的观看。那么在本期视频当中会有3个内容，3个类目，这是我们的今日课程主题目录。第一部分会讲一下纳斯达克的市场观察，因为目前的市场处于震荡，所以阿哲呢仅会做一个比较简洁、比较简单的介绍，也是呢对于之前的一个分析再次的判定。那么第二部分我们会讲一下特斯拉的个股观察，这是我们今天的重中之重。阿哲会讲一下时间和空间的变盘点、变盘图，以及当下单边行情特斯拉的涨跌节奏，何时特斯拉要看空，何时特斯拉还会继续上涨。那么第3部分会讲一下其余几只个股我们的继续的趋势跟踪，这是今天的内容。内容呢比较多，希望大家呢能够每一部分都认真的收听，因为内容较多，所以阿哲呢很抱歉时长方面是难以把控的。所以如果你比较着急，也可以点击下方的时间轴收听您想要去真正了解的内容。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的课程目录，也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个提前的参考。对于市场观察的第一部分，我们还是讲一下三阳小顶。很多老同学应该最近听阿哲都讲到很厌烦了吧，但是我们还是要复习一下，因为新同学我们还是要照顾一下的。关于市场当中的观察，在三阳小顶结构当中，什么叫三阳小顶？当市场出现了3根阳线，比如说连续的3天收了阳线，至于它们是不是上涨无所谓，只要是3天阳线就行。好，3天阳线出现之后，我们需要关注3号 K 线它的实体和2号 K 线的实体。当3号 K 线的实体比2号 K 线的实体变成了缩短的状态，也就是说有所缩短的实体，那么就是构成了三阳小顶结构的一个雏形。当上涨当中每次出现三阳小顶的结构，你就要小心了，它是一种上涨衰竭的提前预知。因为在 K 线的要素当中，实体代表上涨的动能，如果实体缩短，那么意味着在连续上涨当中多方的动能有所减弱。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纳斯达克指数的图表来讲解有关三阳小顶的一个支持点。这个支持点呢不难，阿哲把这个三阳小顶标记在图表当中。当市场出现了一个上涨，如果在上涨途中你发现实体从之前的在变大而变成了再变小，一般预示着这一轮本轮上涨它已经出现了多方能量的不足，多方动能的衰竭。而这种衰竭它会导致一些现象，比如说它可能会发生调整，它有可能会见顶下跌，同时它也会引入新的多方能量持续上涨。所以每次出现三阳小顶，我们需要考虑一下这一个三阳小顶的出现，它是哪种现象的出现呢？我们看到图表当中，比如说这一波上涨冲顶的过程，它出现了很多次的三阳小顶。那么我们作为右侧的投资者，如果你想要尽可能卖在一个高点，那么阿哲建议你可以把三阳小顶的最后的3号 K 线做一个防守，只要股价不跌破，意味风险还没有完全的出现，多头还不是特别的衰弱。那当你发现3号 K 线的低点被跌破时，则意味着短期调整容易发生。而股价如果出现的是一天跌破三阳小顶，而又一天站回到三阳小顶之上，那么则说明这个位置叫什么呢？叫做一个回调的买点，它是一个假跌破，我们说它很有可能是一个短线的牛回头，给你2次上车的点位。
那么后续上涨每一次出现都做防守，直到再次的跌破，二次的跌破，那么这个位置就是一个顶部的提醒。通过三阳小顶，你可以在上涨行情当中，在弱势行情当中，都可以分辨出哪个位置它的风险系数较大。包括这些点位，只要防守位不跌破，意味多头后续还会重新的进入。在防守位不跌破的行情下，我们就不需要太过于担心。当然了，你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左侧的获利了结是可以的，但是右侧风险是没有出现的。那出现了跌破之后立马收回，我们说这是假跌破，收回 K 线如果越发的强势，则效果越好，这是一个假跌破二次的买点。那么像这些点位是不是跌破一天立马收回，当出现启动阳线可以作为假跌破的买点啊，这是这个点位的假跌破。那包括这个地方出现了跌破之后，你会发现有假跌破吗？连续3天都在三阳小顶的防守位之下，这就是一个弱势的表现。股价后面虽然也是震荡，也有偶尔的上涨，但后续还是下跌了。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到这个图表当中是最近的纳斯达克指数图，股价是上涨吧？是的，上涨了。当上涨的时候，从一开始的多方动能变强，出现了实体开始缩短，这一天特别明显，也是从这一天开始，阿德不停的讲三阳小顶，三阳小顶，一定要大家去认识到这一个结构的风险性和它的一个预知性。股价出现三阳小顶，一个3号 K 线比2号 K 线缩短的很明显的这种三阳小顶，它的调整一般是大概率的。那股价目前有真正的出现风险的右侧逃顶信号吗？还没有。连续的3天阴线，看似我们最近手中股票是不是获利回吐了呀？是不是有所出现亏损了呀？但是指数的表现是没有跌破它的低点，那么就说明目前的多方虽然是衰竭，虽然表现也是如此，但是呢，它还没有特别大的风险。这里会形成顶部呢，还是牛回头呢？从目前来看，牛回头的概率更大，因为它3天的调整都没有跌破这个低点，所以风险系数目前右侧来看还不大。这是我们对于三阳小顶的判定。方向性的 K 线还没有出现，所以指数目前还需要继续的等待。这是第一部分三阳小顶结构。因为阿哲呢可能讲的比较快，所以如果你还不是很清楚的，也可以将这第一部分的内容可以反复的去观看，反复的去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进入到第二部分，关于纳斯达克指数的空间点位的测算和空间战法目前的一个方向性判定。那么在此之前，希望大家能够帮助阿哲一件事情，如果你是老同学，那么听到这可以给阿哲点个赞吗？可以点赞支持一下阿哲的视频创作。如果你是新同学呢，阿哲也希望你可以在本期视频当中，那么收获的同时，也可以给阿哲点个订阅，点个小铃铛，成为阿哲的粉丝，成为阿哲的订阅观众。那么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每一场直播，你都可以及时的收听，及时的观看，每一个技术分析的知识点你都不会错过。希望我们可以一起的学习，一起的去研究技术分析，一起的去探讨美股行情。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部分，第二部分讲一下关于空间点位的测算，纳斯达克指数的空间点位。那么这一部分的知识点，阿哲一般会发送在我们专属于订阅观众的盘前信息解读当中。只要你是订阅观众，订阅了阿哲，不管是新同学、老同学，你都有机会进入到阿哲的粉丝群组当中。粉丝群组其中的一项内容福利，就是阿哲每天盘前会发送的一个行情解读，主要是针对于纳斯达克指数以及科技股的表现。大家可以关注这一个信息的点，阿哲呢会把当天市场当中纳斯达克指数有可能达到收盘最大涨幅的高点进行预测，以及呢有机会达到的最大的跌幅的低点作为预测。而这种情况下，不是说阿哲可以100%预测今天的高点和低点，并不是如此，也不存在这种技术。但是呢，阿哲会告诉你，在这个区间内运作，则代表当前的方向不变，以及当前的多空它没有明显的强弱变化，目前是一个惯性的上涨或者说下跌。而如果某一天收盘突破，
最高的预测点位和最低的预测点位，那么则说明方向会往上或者往下运行的概率大大增加。那么我们看到图表当中，比如说你会看到像这个地方这根小阳线，看似它是一个很普通的上涨，甚至呢是反弹，但在空间技术上它是突破了阿哲当天预测的高点，所以从这一刻开始股价看涨，而只要后续不跌破预测低点，它就一直属于看涨。那么直到这一天，纳斯达克指数它收盘略微跌破了预测的低点，但只要是跌破，空间上就重新看空，后续暴跌。那么包括这一根阳线，大选之前出现了一根阳线，它的收盘突破了预测的高点，那么则说明从这一波下跌到此将大概率结束，所以股价后续出现了连续上涨，而后每一天都在向上的突破预测的高点。那么直到最近的4天，空间预测技术阿哲每天所发送在群组当中的点位，没有一个低点被跌破，没有一个高点被突破，所以目前依旧看涨。但是呢，多方是在减弱的，目前只是前期上涨之后的惯性上扬，所以目前我们要等待一个更加准确的信号，就是股价这里能不能出现一根 K 线上涨突破阿哲每天预测的盘中高点，或者说更加果断一点，这里不是牛回头，而是高点形成一根阴线跌破阿哲预测的空间低点。那么我们的空间战法目前就等待这一个信号。那如果你是在阿哲群组当中的学员，那么记得把这2个点位每天的去关注，每天的去看好，等待真正的空间上的方向选择。那么接下来阿哲讲一下你怎么能够每天看到这条信息呢？其实很简单，你只要订阅阿哲，你可以领取到这3重福利。在本期视频下方有阿哲的一个评论阿哲已经置顶了，在评论当中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你点击之后就可以在 TG 当中跟助教老师交流，而助教老师呢，在审核通过之后，确认您是爱学习的阿哲的一个粉丝之后，他会邀请大家进入到粉丝群组当中。那么粉丝群组当中，我们就会为大家去展开日常的知识答疑，阿哲会在群组当中解答大家所提到的问题，看到就会及时的回复。那么第2部分呢，是盘前的解析和点位的预测，也会在粉丝群组当中去进行。第3部分是知识的进阶内容，比如说时空预测，比如说空间点位的计算，那么能不能够教给大家，以及更加进阶的量价知识。那么这些内容我们很难在公开课当中去详细的教学，因为它的难度会很大。那么阿哲呢，在粉丝群组当中会进行一些不公开的进阶知识直播，那么为大家去提供更好的一个学习，这是在粉丝群组当中专属于订阅观众的3重福利。那么接下来我们讲到特斯拉的专项，因为今天的内容比较多，阿哲尽可能想把时间呢控制住，所以阿哲的语速可能略微显得比平时要快。那如果你觉得有点快，你可以调一下倍速，或者说呢，把一个内容反复的重复的收听，以防错过。那关于特斯拉的个股观察，我们先看一下时间和空间的变盘图表。我们看到这里，这是一个空间的预测点位图，这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这一张图呢，阿哲在近期的3期视频当中都有不断的给大家去重复。那么阿哲曾经讲过怎么去使用它呢？很简单，每一个空间价位，如果股价在价位之下，说明这个价位是压力；那股价如果在价位之上呢，说明它是一个支撑，这是第1重的含义。第2重呢，就是股价唯有突破上方的价格，而且是强势有效的突破，才能打开下一个价格的一个空间。比如说这一天突破了 265.65， 那么股价将会快速的去冲击 308.19。那么在这一天，特斯拉继续的大涨，突破了 308.19。那么这一天阿哲是不是跟大家说的，它将会快速的去突击 338.27 和 334.96 这一个空间的压力？那么股价当出现了这一个突破，那么阿哲是不是说过这一天的突破在 K 线上属于10日新，那么它的有效性有待考证。而在 361.73， 阿哲在上期视频讲得很明确，这里发生调整的概率阿哲觉得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我没有把更高的空间价位给到大家，
因为这一个价位短期就不太容易去突破，而后股价出现了2天的回调。那目前大家看到这里，股价当中特斯拉的回调已经是重新跌破了这一个价位区间，那么说明什么呢？说明它的空间打开，将会往下去走，但前提是它的跌破是否真的有效，这是空间上要判定的。那么怎么去看有效？正常我们会说这个33原则，它是否有突破 3% 或跌破 3%， 它是否有跌破3天或突破3天，这是一个比较相对模板化的判定，但是还是比较有用的。阿哲一般会看一下它的跌破有没有实体过半，有没有实体过半。好，这是一个实体有过半，说明有效性还行，但它当天是一个长上影和长下影，说明它有一个10日新的变盘动作。那么跌破是有长上下影的，它不是实体 K 线的，那么这一天有效性就有待考量。同时目前是跌破1天，跌破2天，如果今天特斯拉收盘又在 334.96 之下，3天的跌破大概率说明有效跌破，之后要么是在此处震荡，要么是快速的来到 308.19 去确认此处的突破是否有效，支撑是否有效，这是空间上我们要去关注的。今天的空间要站上 334.96 确定跌破无效，那么这个地方的特斯拉只在空间点位上构成了假跌破牛回头的买点。接下来我们讲一下今天的重点，关于特斯拉的时间变盘图。在技术分析当中，量学、价格它们都属于一个传统的技术，而股价的价格和量能是不能够告诉你股价未来会怎么走的，所以价格和量能是确认性的技术，只能确认股价后续可能会涨或可能会跌。那如果你想要看到未来，你需要看懂时间，只有看懂时间才有可能让你看到价格的未来。所以空间和时间属于预测技术。刚才讲了空间，我们现在讲一下特斯拉的时间。在近期的行情判断当中呢，阿哲发现特斯拉在走一个很特别的时间循环，这个循环就是一个6天的短线循环。当股价我们看到时间只要到了6天循环，一般会见到顶底或者说加速。比如说6天循环从前期的138的低点走6天，它这里是一个高点，而后下跌6天，这里是一个加速下跌的点位，而股价在这里是一个高点，这里是低点，这里是低点，这里也是低点，这里又是低点，这里是一个加速点，那这里呢是上涨的高点。你会发现在这个6天的周期当中，它不断的循环反复，有时候呢是上涨加速，有时候呢是低点提前啊，有时候这里是低点，这里是低点，这里是低点，这里是高点，这里是低点前一天。那你会发现这里是不是暴跌之前，而股价这里是一个变盘高点，这里是一个启动前夕。那你会发现这个变盘图是不是有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目前股价特斯拉确实有走一个神奇的变盘序列，就是6天的短线循环。刚才阿哲所说的只是一个简单的应用，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变盘点怎么去用呢？一个就是股价如果处于上涨，那么大概率这个变盘点它容易是高点。那如果股价呢处于下跌，那么这个变盘点呢它容易是一个低点，这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上涨遇到变盘点容易转为下跌。好，另外一个更加容易去判断的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变盘点之后的价格表现。如果变盘点之后价格是继续上涨的啊，上涨途中变盘点本来应该是高点，但是却突然之间又是一个加速高开高走大阳线，那么这个变盘点之后就容易是加速。而如果变盘点之后它是一根10日新小 K 线，甚至有大跌，那么这一个前方上涨变盘走弱就是高点。那包括我们看到前方的这个变盘点，股价后续是下跌的，所以变盘看跌。这个地方后续变盘是低开高走阳线，股价是不是止跌上扬？而这个地方阴线后续变盘是长下影线，所以股价短期上涨。包括这里是不是大跌的，而后收阳，股价开始止跌。那么包括这个地方股价是下跌的，一个呢是它容易见低点，另外就是变盘点后收反包阳线，所以股价成为了一个调整的最低点。那么我们看到现在是不是价格下跌，
本身就容易见到低点，再加上变盘之后大幅的上涨，说明这是一个低点，同时也是个上涨的加速点。那么我们就知道了，目前这里它又来到了昨天的特斯拉，就是新的6天循环的开始也是结束，所以这里也是一个变盘点。那么接下来阿哲教一下大家怎么在交易软件当中去画一下这一个变盘图呢？它可以给到大家目前特斯拉的一些指引。阿哲呢把特斯拉的图表放在目前的图表当中，那么很简单，阿哲把图表现在清理干净一下。我们找到的是前方这个低点，当时是2024年4月22号，它的低点是 138.803。我们找到画图工具，正常来讲应该每一个软件都有一个工具，就是固定的周期线。我们把固定的周期线放到低点前方，而后画线画到这一个高点 198.87， 你就可以找到这一个间距为6的一个变盘循环图了。那么这个6天是怎么数的呢？我们来看一下，以前方的低点为第一天，这里是1，这里是2，这里是3，这里是4，这里是5，而后这里是6，低点到这高点刚好是6天。6天之后本身前方就是上涨的，所以这一天本来就容易见高点，而高点后又是明显的下跌，所以这里再次确认它是一个高点。那么往往变盘点呢，它前后可能会有误差，比如说变盘本来上涨，我们知道变盘可能要见高点，但是它提前下跌了所以这个变盘点呢属于高点它提前了。好，那么变盘点之后又是一个下跌的低开高走的阳线，是不是有可能止跌？如果在某些位置出现买点，那么也是博弈的机会。我们看一下，目前你就可以找到这一个特斯拉的时间图表，这个周期目前从前低到现在一直循环，一直有效，这个属于某一阶段的固定周期。时间变盘呢有很多的寻找技巧，有一种就是找到短期内的股价运作的规律，而目前阿哲所找到的特斯拉的规律就是前低到目前一个6天的循环。现在呢你会看到的是前方这个地方是反弹之后收阴，所以是一个高点下跌，而后在下一个变盘点之前股价大幅上涨，所以这里呢是变盘高点，而后下跌再次确认。好，股价下跌它容易在变盘点遇到低点，而后这一天提前上涨，所以低点提前，而低点提前之后第二天立马大涨，说明下一个6天循环大概率会有一个加速上涨。那么我们会发现的是，目前是不是走了上涨下跌，它这里它又是一个6天循环，所以目前我们可以知道是特斯拉来到了关键的地方。为什么说它关键？因为昨天就是变盘点，而昨天的 K 线它是不是略微的上涨了，有所抬高了实体，有止跌的现象。那如果在变盘点之前股价是下跌的，变盘点就容易成为是低点，而后如果变盘点它如果是低点，而后股价收反包阳，或者说强势的上涨阳线不要是10日星，不要是高开低走阴线，而是比较不错的上涨 K 线，我们认为这里会有所上涨。那么今天只要出现这样的一根阳线，或者说有止跌的长下影 K 线，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都认为本次的特斯拉牛回头走到这已经 OK 了，已经是2次的买入机会。那么相对来说，如果今天继续收跌呢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空间，如果继续收跌呢，就是时空的共振，它呢下一个6天的周期依旧会走弱，要么是震荡，要么是继续下跌。这是通过特斯拉目前的时间变盘图我们可以得到的某些信息。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在价格上怎么去判定目前的趋势强弱，以及未来怎么去看懂它还能继续走强呢？那么现在我们再次回到了特斯拉的图表，阿哲呢把时间的要素取消掉了，目前摆在大家面前的是一个指标和一个价格。这个指标呢是 GMMA， 这个是固比均线，也是本周阿哲在内部课程当中多次的提及的一个内容。那么固比均线如何去操盘？昨天和今天我们的 Jacky 老师和阿哲都在内部课程当中给大家去反复的讲解了。那么现在在公开的视频当中，阿哲讲一下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好，关于特斯拉目前如何用固比均线和价格来进行短线的观察和操盘。第一个，我们的观点就是
如果特斯拉依旧保持强势，那么价格正常来讲，它会在固比均线的前2根 EMA 这个固比均线它的组合不困难，很简单，一根是 EMA 的3，一根是 EMA 的5。如果股价单边走势依旧强劲，那么它一般不会跌破 EMA 的5。那你会发现，目前的特斯拉感觉好像高点要成立了，要下跌了，但它的股价收盘一直没有跌破 EMA 的3，也就是说，连第一根固比均线的支撑都没跌破，短线目前还是强势的。这个价格是多少？这个价格是221.615，这是昨天的 EMA 3的价位。这是第一个，它会不会跌破 EMA 5和 EMA 3？如果连这2个线都不跌破，那么说明特斯拉完全就是牛回头的现象。我们看到前方这里，是不是股价正常？如果是强势启动的行情，它会沿着 EMA 的2条线3和5固比均线的前2条一直的运行，它有跌破吗？它收阴线它也不跌破，它不跌破，而直到有那么一天跌破3根了。股价反复震荡跌破了，甚至呢前2根线它还死叉了，那这个时候你要小心它会走弱。而目前的特斯拉，你调2天你就说它没了，你就要说要看空，那你之前还那么的信心，那就不应该。目前的特斯拉还早，但是现在呢有一点你要观察，就是今天的特斯拉最好是收一根绿 K 线，最好是收阳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强势的行情，特斯拉的涨跌节奏当中，一般它不会走出3根阴线大家想想这个问题，你可以思考一下。阿哲现在讲一讲，那你会发现，那这个地方特斯拉不是也连续的阴线吗？注意了，阿哲说的是强势的行情，这里呢还不算行情的启动，不像单边的拉升行情，因为它上涨之后回调，这一波才叫做拉升。所以拉升行情会不会保持呢？大概率能够保持的一个动作就是它不要出现3根阴线。来看到这里，股价上涨是不是拉升开始？前面是震荡而后拉升，好，拉升开始，这里是一根阴线，而后股价还有阴线吗？就没有了。好，这里呢也是一根阴线，但你会发现一根阴线之后，特斯拉立马就打断了，立马收阳。这一个阴线立马收阳，它不会让它走太多阴线的，直到这个地方出现3根阴线，好，再收阳有用吗？没用了，股价走弱，大跌出现，顶部出现。我们再看到前方每一次的拉升，你都可以去看一下，当市场走了震荡盘整启动拉升开始，它一直延续的前面2根线走，它不跌破。你说有阴线吗？有一根一根一根还是一根，这里呢也还是一根一根阴线还是一根阴线。它的涨跌节奏如果是强势的，这里的阴线都是只有几根都是1根2根就立马被阳线打断了。但直到呢这个位置出现了1、2、3根阴线才被打断。那么到这个地方你就知道了，涨跌节奏，特斯拉的单边涨跌节奏告诉你，目前这里它将容易走弱。这一波上冲之后，股价后续怎么样？股价后面就是一个顶部。那你说阿哲每次都是如此吗？只要你能够找到特斯拉的单边行情、加速行情、启动点之后就是如此。那我们看到这一段行情是特斯拉的21年9月份，是吧？前面呢是一个缓慢的盘整缓慢的波段上涨，那直到后面的趋势是不是斜率变化？从这一个位置开始，是不是股价基本在第一个 EMA 3之上运行？哪怕偶尔有回调，会跌破3和5吗？不会有阴线出现，好，就一天后面就阳线打断了2根阴线也被打断了，是吧？这高位开始2根阴线还是被阳线打断，那直到这个地方出现3根阴线，而且呢 EMA 它的3和5被跌破，而且死叉。那你会发现这一波当边走到这里你已经提前用 EMA 跌破了2根死叉了来判断，而后3根阴线的出现，你会知道后面哪怕能够涨，它是机会吗？它不是，它大概率呢是一个当边行情后的再次出货的点。所以我们会看到后面是不是股价就走弱了？这是一个当边行情之后，它一旦特斯拉，大家注意了，阿哲目前讲的是特斯拉的涨跌规律，它不一定适合其他个股，但是阿哲认为大体不差，可以这么去观察是不是？从这里特斯拉之前126.37，是不是股价在震荡而后启动了拉升了？
这里呢开始是不是走到 EMA 的3和5之上，一直在徘徊，有跌破这个3和5吗？有，这一天跌破了。当这一天跌破之后，立马又收回来了跌破之后立马收回来，跌破之后立马收回来，它会让它跌破很久吗？也不会，跌破2天又收回来。而后你会发现的是，阴线有几根？这里有2根，这里1根，这里1根1根2根2根1根，有3根吗？这里还是1根1根1根2根，这里还是2根。什么时候变3根这里开始变3根，一变3根，立马高点出现，走弱了。这是特斯拉长期到现在这几年单边走势的涨跌规律。一旦有3根阴线出现，一旦在加速之后出现3根阴线，你要知道大概率有点麻烦，大概率呢这个位置很容易走弱，哪怕还能涨，下一波就是真正的高点。目前还没有完全走弱，就是今天得要收阳线，不管什么阳线，只要是非红色的，只要是绿色的就行。而今天如果还能走出反包，那么结合时空共振，这里将是2次的启动点，逆回头的买点将在今天决一胜负将会在今天见到分晓。所以今天阿哲的视频当中给大家讲了很多都是关于特斯拉的内容，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一部分特斯拉的讲解好好的认真的听一听，认真的反复多次观看。如果觉得对你是有帮助的，那么可以给阿哲点个赞，也可以呢点个订阅，成为阿哲的观众粉丝。以后我们认真的再多学习多交流。那么现在开始，阿哲呢要讲第3部分，关于英伟达、Coin、谷歌和亚马逊的个股解析。那么因为前面的时间呢我们用的比较多，所以第3部分阿哲尽可能简短。我们先看到第一个叫做英伟达 NVDA。那英伟达目前为什么阿哲在标题封面当中会讲到低点呢？这一个方法阿哲呢也是在本周的课程当中有讲到的。如果你是参与了内部课程的，应该知道阿哲为什么判定这里容易见到低点。那么这一个方法其实很简单，叫精确的低点2号大家注意，精确的低点2号，只要出现这个模型，它就会有一个笑脸。这一个模型阿哲呢是曾经在内部课已经讲过的，这节内部课呢就是在11月13号就是昨天阿哲讲的早上香港时间10点，一个精确低点的模型，它是怎么来的，它的含义是什么，为什么会见到低点呢？阿哲都做了很详细的解析。如果你感兴趣，那么也可以在下方点击我们的评论区置顶链接，阿哲给到的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之后你可以在 TG 当中让助教老师把本周的回放发给你去学习一下。现在的回放呢应该还没有过期，大家尽快的去找到助教老师。如果过期了，那就没有办法了，就错过了。下一次阿哲再讲，那么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那么今天呢，因为我们主要是行情解析，所以阿哲呢就不讲一下它具体的由来。那么这个模型出现其实很简单，我们看一下过往的行情当中，英伟达哪些位置有出现过。好，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曾经的英伟达在这里出现了上涨，而后下跌。好，下跌时出现了精确的2号低点。好，2号低点出现，我们的买点就是把2号低点的这根 K 线突破，只要突破它就是买点。一般在上涨当中去用，强势行情去用会效果好一点。好，那你会发现这个位置突破之后效果是不是还挺好的？低点确实出现，股价再次的上涨。但问题呢，这个地方呢突破之后股价下跌了，你要止损了。而这个位置突破之后股价下跌了，又要止损了。所以有时候这个位置突破涨得很好，这里突破它不是低点，那么我们怎么去优化？好，大家注意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叠加一个趋势类指标，刚才阿哲所讲的 GMMA 固比均线。目前大家面前所展示的2个指标，一个呢就是精确的低点2号，一个呢就是固比均线。那么固比均线如果处于多头排列短期的 EMA 在上，中期的在下，那么这个时候回踩，你会发现这个走势叫什么呢？这个走势叫强势的上涨。刚才我们说了，特斯拉的一个涨跌节奏是吧？单边行情它就是在 EMA 3和 EMA 5之上在运行，它会跌破吗？它很少去跌破，因为这是一个单边加速的强势行情。在这种行情下出现了短线低点，那么我们知道突破大概率就是会成功的。那么你直到你发现前面这是
启动之后啊，两根阴线加速之后，这是一根，这是一根，这里一根，直到这里是3根。好，3根之后股价反弹，你会知道机会不大了，因为强势行情结束了。那股价在这个位置后出现的，比如说均线空头了，固比均线时差了，股价跌穿了固比均线的短期线了，那么效果呢就会大打折扣，除非你找到了真正的低点超跌的点位，而后突破买进。那你说阿哲这是不是有点麻烦？那如果你嫌麻烦，你也可以很直接的，我突破我就买，而后呢，如果突破买进跌破止损啊，突破买进跌破止损，那这一次是不是又突破了又买进？那你算一下，这一波是大赚的，这一波是大赚的，这是小赔小赔啊，所以你简单的去用也能做到大赚小赔，不被套牢。那包括我们所看到的啊，你说这些点位能买吗？看你想买也行，因为趋势空头，想买也没问题。但最好呢，在相对的趋势是粘合的，固比均线粘合，或者说相对是多头的时候，你去做就会发现效果就更好，更容易是低点，更容易有大行情。那目前的市场是不是有一个特征，就是股价目前也在 EMA3 和 EMA5 之上，而且目前也没有跌破。我们认为英伟达它属于一个短线有可能启动的行情，而这里再出现一个笑脸，它这里如果出现突破，就是一个买点。当然，如果你在认真听阿哲前几期视频的讲解，你会发现的是，其实这里是一个三阳小顶，是吧？三阳小顶跌破了，重新回来，这其实这根阳线也能作为一个假跌破的买点。那目前不管你买了还是没有买，那么你可以以前面的阳线作为防守位。那如果你现在还有仓位的，你可以等待它突破之后做一个精确低点的买点。那么这是目前的英伟达。现在我们看到下一只个股是 Coin 的话呢，受益于比特币近期的大涨，所以呢它是不是走出了短线的强势上涨的走势？在前期我们是不是在这个位置给它去讲到了它的一个买点？那么最近的大涨，在上期视频阿哲有讲过，它目前的空间其实是还有很多的。阿哲的目标位是不是在上次给他去讲到的是前高呢？因为它有一个倍量的大缺口，我们把这个成交量放到大家面前，下方呢就是成交量。最近它的2个缺口都是倍量的大缺口，我们说倍量大缺口是大资金明目张胆的做多行为。那么只要这个大缺口它不被回补，那么后续的市场依旧上涨，而且大概率前高是可以拿下的，可以轻松拿下的。那么最近我们说到这个地方再去追涨，性价比呢就慢慢不高了，因为前期我们是低位开始讲的，那现在你说我还去做就有风险，那你会发现是不是现在出现了2天的回调？那么目前有机会吗？那这个地方阿哲要讲一下另外的一个知识点了，它叫做负线。现在图表当中呢，我们就留了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叫做负线。什么叫负线？就是股价今天为阴，昨天为阳，今天的阴线高点比昨天阳线高点高，今天的阴线收盘比昨天阳线低点低就是一个负线了。那负线的产生是比较少见的，但每次出现呢，它都有一定的含义所在。那么我们看到这里一般负线出现之后，它一般是看空的。大家注意了，负线如果在上涨中出现，一般是风险的提醒。所以目前的 Coin 它的负线出现，意味着它的风险提醒。但是如果它是纯粹的风险提醒，那这个地方就不会上涨了，那这个地方就不会见到低点了。所以负线呢，它如果在高位出现是风险，那么如果它出现某些其他的信号，它反而意味着机会。大家看到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个负线能够涨呢？一是因为它前面处于下跌，它不太算是高位，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是负线之后这根 K 线是负线，负线之后的这根小阴线，我们要作为观察的对象。最好它的低点不要被跌破，最好它的高点能够3天内被突破。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意味负线只是砸盘，股价后面还能上涨，是吧？负线出现之后，隔天的 K 线高点要被快速突破，可以的话依旧能看涨。那负线出现，隔天的高点被突破，如果突破之后快速又跌落，那就要小心了，它可能是一个负线之后的诱多行为，股价继续下跌。但止损呢，其实也没多少如果对了就会赚一笔，错了
也基本上不会亏多少。大赚小赔是阿哲所设计的交易模型当中最基本的一项。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所以目前是一个高位，高位出现了负线，本身风险系数比较大，但是我们还是有一线生机。这个生机呢，就在于负线之后这一天它能不能够出现一根止跌 K 线，最好是止跌 K 线，不要继续下跌。好，这根 K 线要观察它的低点不要被跌破，它的高点最好快速被突破，那么将继续上涨。那么还有一种是直接可以看涨的负线，就是负线之后第二天直接反包，概率很小，不太可能，所以呢我们这里就不强调了。这是关于 Coin 的解析。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下一只个股有关于谷歌。谷歌的话，我们在前面讲过缺口，那缺口来看到谷歌目前是不是还不错？为什么？因为它有很多向上的缺口是没有被回补的。向上缺口越多不被回补，说明这一波行情所产生的推动力将会越强。它往往呢意味着目前的上涨还没有结束，只是目前的谷歌有一个问题，就是前面的这个大幅的跳空下缺口，它有一个压力。这个压力如果不能有效的突破，这个地方将会陷入比较漫长的消化筹码的过程。所以阿哲有跟他去说过，这一个缺口和这一个大阴线必须要有一根相对有效的有重量的阳线去突破，而目前还没出现。还没出现的话呢，继续中期波段看涨，但是短线呢还是有一定风险。而当前的 K 线，这两根 K 线它属于什么样的阴线模型？如果你是知道的同学，不管是老同学还是我们的新同学，今天第一次来的同学，你可以看一下这两根 K 线在谷歌出现，它这两根 K 线是阿哲曾经讲过的什么阴线模型？希望大家能够在评论区当中写下你的答案，看一下你是否真的有认真听了阿哲之前所讲的每一个知识点。最后我们讲一下亚马逊。亚马逊的话属于最近的这个牛回头买点提前的上涨，它比英伟达还快一些。像它的一个低点是不是连续的上涨？第三根 K 线是一个三阳小顶，而低点是不是被跌破了？跌破之后立马站回，刚好出现了阿哲上期视频所讲的，它有一个牛回头的现象，下跌破位而后上涨。那么这里就是一个牛回头的介入点，股价继续的上涨。所以目前的亚马逊分析起来没有那么困难，它就是2次的使用点。而从 GMMA 来看呢，它的当前走势是不是也是强势的？这个固比均线的1号和2号这两根线它都没有被跌破，股价一直在此之上运行，所以这里还是强势的。你只要小心它会不会出现3根阴线，是吧？股价上涨一直在1和2的均线上运行，而出现3根阴线就会相对的风险一点啊，因为属于一个加速行情所不应该出现的。在股价出现加速的迹象，连续在1和2均线的上方运行，当出现3根阴线之后，就要相对小心一点。那所以你会发现，这里是不是3根阴线？加速的过程中出现3根阴线，小心；加速的过程当中出现3根阴线，要小心。那目前呢，又是一个加速的过程啊，所以这里呢还没有3根阴线啊，就不用太过于担心，依旧呢可以用固比均线来做趋势的持稳持股。这是今天我们所讲到的3部分内容。阿哲对于特斯拉的时空变盘点和涨跌的节奏，给大家做了一个明确的观点和解析。英伟达的低点为什么会出现呢？它是一个精确的低点模型。而以下关于特斯拉、英伟达、Coin、谷歌、亚马逊，希望大家呢能够收听之后有所帮助。而关于纳斯达克指数，目前和个股有所不同，有些个股已经提前选择方向，但是纳斯达克指数还在徘徊，所以我们需要继续的观望指数的变动，而个股呢需要去重视个股的技术面方向提前的选择。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